以前的 bus 给就都没有 aircon 的，就是很热的那种，而且很响啊，那种冰冰凉凉啊，地板啊，全部很响的，蟑螂啦、壁虎啦，有一些蜈蚣都有。凌晨3点，63岁的朱德成摸黑起床，准备开工。早上3点我们载人，我们回来才5点出，我们就可以回家睡觉，睡到11点才起来，才冲凉啊、吃饭啊什么啊。12点半开始载人，3点半再回来啊。因为晚上我们载下午班的人回来嘛，我们可以时间由我们自己看哦，10点我们都可以。啊，如果塞车啊，好像新加坡如果放假12月啊、年尾啊，那个你要提早，因为2个关口都塞到很够力的那种啊。这样的蓝色巴士常见于新柔关卡一带，巴士车身上通常会印着的 Bus Pekerja 代表员工巴士。大巴的主要任务是载送马来西亚员工越过长堤到新加坡的工厂工作。这天，朱德成车程目的地是樟宜一间制作医疗器械的厂房。这家工厂雇佣的近1000名马来西亚员工，就是由朱德成和同行们开的工厂巴士接送，每天来往新马。现在算还可以的，它不是讲很塞。如果真正的塞呢，是大概半个小时到45分钟哦。这边去到樟宜工厂那边呢是25分钟。每当乘客下车后，他就会来到工厂附近休息，等待下一班的职员放工。现在我把车呢是停在工厂的后面附近这边，就是去喝杯茶，那边有一间咖啡店，喝杯茶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倒回去工厂parking等工人。这是他为数不多待在新加坡消遣的时光。我比较少待，这边是属于工业区的樟宜咯 ，industry 啦。来往新马数十载，朱德成见证了新加坡工业领域一路来的发展和变化。我记得我80多年我载人哦，我还记得那时候全部是马来人做工，华人没有进新加坡做工的嘞。因为什么？他们的钱差不多跟马来西亚一样，所以那些的华人不进新加坡做工。以前新加坡的工厂也是分布在很多地方的，嘎啷、阿摩丘、如龙、多阿斯都有，只是现在他们发展的比较快，就是多阿斯本来是小，他们就越来越多人设厂在那边啊，好像我们这个樟宜这边也是一样。以前我们在多数是什么所谓的电子厂，以前很出名就是电子厂嘛，现在厂底下又有做这个什么啊，好像我们现在做心脏啦、医疗啊。朱德成23岁入行，成为工厂巴士司机，至今已经快40年。他最初接触这行是为了接手父亲的巴士生意。我驾这个厂车，如果讲是开始从年轻就85年我开始驾车，驾巴士进新加坡，也是30多年了。我的父亲是98年过世，我就接手下2次金融风暴嘛，不是？那时候生意就很差咯，我的巴士就慢慢卖。结果后面也是做一下，没有什么收入根本不符合嘛，要养孩子，要养老婆。结果后面遇到我这个老板，就跟我老板做到现在。以前的 bus 给就都没有 aircon 的，就是很热的那种，而且很响啊，那种冰冰凉凉啊，地板啊，全部很响的，蟑螂啦、壁虎啦，有一些蜈蚣都有。当年的厂车是什么颜色都可以，那时候我是黄色、白色，你要弄到几漂亮都可以。后面91年、92年，你们全部要统一 ，bus package 要蓝色 ，bus cola 要黄色，这个肯定政府定的，可能他们方便做工吧，他们比较容易分辨啊。
比起刚刚入行时的新柔长堤，朱德成认为，如今通关系统更发达，交通分流也更加高效。新山嘎山以前那时候我载工人的时候，不用下车的，那人全部坐在车上，一个下去写，哎，今天几个人30个，你下去填30个。后面才讲，有些人偷过关啊，那去到新加坡没有 passport 啊，就变成每个要下车要看 passport， 要这个要那个。以前的嘎山车和罗里巴士全部走在一起的，去到那边才分的。我们现在巴斯基朗用这个 QR code 啦，你 scan 它的资料全部在里面吗？我的 passport 啦，我们的车牌啊，名字全部在里面。以前是要给他看 passport， 他 passport 要放进去 scan， 我们要 thumbprint， 然后要开车门，盖手印，打不累啦，你多一次，打不累啦，第3次，哎，录你跟着不给 office，passport 给你拿住，锁匙全部给你收住，眼睛关掉，门给我关掉，锁匙交给他。驾驶工厂巴士半辈子，最让朱德成印象深刻的是恐怖分子马斯萨拉玛出逃期间，新马边防力度加强，造成长堤关卡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塞。真的是够力哦，一天塞4、5个小时，真的是很惨的那种，静悄悄的，而且很严的那种。他们是外地请来的那种特警啊，保安人员啊，全部。机关枪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全部防备了好，每一辆车都check。工厂一放工，你就要想，我今天要跑哪一条路，大家就联络咯，看你要跑哪里啊，哪里有塞，哪里比较快，哪里比较慢。除了常年的路况挑战，工作作息带来的健康隐患也是巴士司机的一大顾虑。朱德成就曾目睹不少同行发生悲剧。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驾巴士给着。他载工人，车塞住，他不可以动吗？新山关口塞住，慢慢一过了关啊，因为那些人有一些是，他们找那种外快，他们就放在路中间上人，连我们真正要载工人的嘞，就全部给他们顶在后面咯，连他就可能心情不好，就发火，他又有心脏病，一过关口一出去要过去。右手边，他直接就在那边窗里白的，直接就倒在那边了，直接就没有了，全部都是这种中风啊、高血压啊、心脏病啊，都是这样。因为我们睡不够，吃又不定时，我们可以的话在车上休息啊，阴茎关死，就是后面椅子可以的话放下去倒下去，我们就躺下去，躺一个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这样。可是起来是整个人是坦白讲是整身软软的，然后你看到整个人拱拱一样的，坦白讲真的很危险。常年在新马之间奔波的日子虽然艰辛，但与工作伙伴和乘客多年的深厚情谊，让朱德成舍不得停下这份工作。这个是 security 给我们的。他每次都会买椰水请我们喝，天气热啊，他就来，哎，过2天我买椰水给你们啊。这一个咖啡呢，是我车上的工人，他为了昨天晚上半夜我载他回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车牌嘛，我就停下来给他下车。我讲我还要跟你找车，他在那边笑，今天就给我一杯咖啡喝，我就拍谁都要。我们驾车很多朋友嘛，你看有时候哇，嘻嘻哈哈一大班啊，讲话啊，聊天啊，喝茶啊，开玩笑啊，不要做广告做什么？除非我们真的有问题啊，手脚有问题啊，如果会驾我们才是驾的，驾到不会驾为止。关闭疫情期间的封锁令使新马劳动力暂停流通，这也让朱德成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作为客工摆渡人的工作意义。我们从年轻23岁就走这条长堤进出新加坡，到现在63岁。MCO 的时候啊，哇，真的是很不习惯哦。我跟你讲，跑了30多年呢，那你会想到突然间长堤讲封掉就封掉了，就每天在想，几时会开回，我们要进回新加坡做工。等到后面，我老板讲可以出去做工了咯，哇，几开心。
车啊，全部准备好，接好了啊，全部洗美美，干干净净，烧到干干净净。OK， 出新加坡了，就是我们又走回长堤，啊，进出长堤，极爽。30-40年了，多少都会有一点舍不得啊。